大家好，上周五发布的影片深入分析了高市早苗也带崩世界经济。节目最后我说要继续买入金银铜釉这些矿产。我发现写稿的速度已经赶不上黄金上涨的速度了。今天黄金好像已经突破了$5100一盎司。很多朋友留言我都看了，说黄金这么高了还能追吗？其实这里面不是黄金高不高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运行的一个逻辑。我看透了这个逻辑，我就买入从来不犹豫。在今天的影片里，我会讲到伊朗、日本、美国的这些政治经济，还有黄金、白银、比特币、美国科技股的走势，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希望大家都能从中领悟到一些新的逻辑。再次声明，本人不提供任何股票推荐服务，影片中提到的任何美股、黄金等投资标的，全部都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和看法，盈利亏损概不负责。为什么周五我分析完了以后会继续加仓黄金、白银？因为最近会出现两大让黄金上涨的催化剂事件。一个就是我预测的战争事件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在前几集影片中一直在跟踪川普对伊朗的行动。我讲过，亚伯拉罕·林肯核动力航母要在周五前后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现在航母已经到位，美国现在在伊朗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已经部署完毕，伊朗已经进入美军的射程之内。周日，美军在阿拉伯海周围开始军事演习，来测试各种军种的配合和战斗的持续性，为一举拿下伊朗做好准备。为什么这次美军演习一定是打伊朗的前奏？因为演习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国家门口的演习，那个是真的演习，但是一旦到了别人家门口演习，那就不是军事演习了就是想干你的节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演习，结果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大家直接把演习2个字给去掉了，直接开打。二战德国也是在东部波兰边界进行坦克集群的演习。当时英国、法国的观察员说不用担心，这只是威慑，不是进攻。然后一晚上，德国就直接闪电袭击了波兰。二战中，日本也一样，演着演着，直接就把美国的珍珠港给炸了。所以在别人家门口演习，这个就是战争的前奏。川普在前几个周没有袭击伊朗，主要是因为他怕伊朗打完了之后群龙无首，变成第二个军阀混战的阿富汗。但是伊朗不一样，伊朗还有国王在，里萨巴萨维这个王子还在。他都说他一生都在被训练，就是等待这一刻去伊朗，去领导伊朗人民，让波斯再次伟大。而且现在伊朗本国和全球的伊朗人都在游行，举着巴列维王朝的狮子太阳旗，这就叫万民所向，万众一心。这个将会是川普决定灭掉哈梅内伊的最底层逻辑。以色列的《今日报》报道，川普幕僚包括副总统万斯现在都支持川普攻击伊朗，以色列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现在已经布好了防空武器，准备下一波接受伊朗的第一波导弹袭击。伊朗只有一次机会发射导弹，没有第二次，所以未来有一种可能，就是伊朗会首先袭击以色列。所以在这几天，战争局势将会不断升温，这是黄金、白银、矿产大涨的第一个催化剂。我会在影片后面告诉大家我看好和不看好的这个美股 ETF， 还有对比特币的思考。有人就说川普不遵守国际法，随便抓马杜罗袭击伊朗，这是美国霸权。我跟大家说这个国际法就是你的一种幻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国际法就和美元、日元一样，你觉得它是钱，是有价值的，其实它可能都根本一文不值，就是一些纸币。国际法的确是法，但是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国际警察会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进行强制性法律把领导人抓起来之类的不会。所以没有强制性，这个国际法就不是法律。普通人看时政财经消息，首先要盯紧的是你的钱袋子，而不是被某种宏大的叙事给催眠，觉得自己就是国家领导人，指点江山谴责川普，谴责美国，这个没有任何用说到美元、日元，这个就是让黄金矿产暴涨的第二个催化剂。战争的影响是短期的，打完仗黄金可能会小跌，但是日本、美国高市早苗最近的政策将会给美股带来持久性的影响。从2020年疫情以后，日本整个社会就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物价上涨，本国债务持续增高。到现在，中国还对日本进行关键的物资禁运，日本的供应链几乎是断裂了。从2021年开始，日元对美元就开始下跌。2022年之后，美联储就进入加息周期，美元1年期储蓄存款的利息最高飙到 5.5%， 而同期日元的存款利息也只有 0.23%。因为美元利息更高，所以大家都把日元卖了，买美元存起来，所以日元的汇率就出现加速下跌。从2021年到现在，日
日元对美元下跌了将近 50%。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大部分食品、石油、原材料都依靠进口，日元对美元的大幅下跌，就导致日本进口产品的花费提高了 30%到50%，这就导致了日本物价大幅上涨，国内通胀。日本央行想要提高利息，降低通胀，但是无奈，因为日本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了 GDP 的 230%。以前的日元利息比较低，世界企业全部都在借日元，然后换成美元，投资美国的地产、债券、股票、比特币。这些企业还会用一些费用做一个远期的锁定汇率，对冲这个利率的变动。这个费用可能是在 2%到3%。总体算起来，借日元贷款比借美元这个 5%到7% 的利息低多了。但是前几天高市早苗解散日本议会，并且承诺减税，这又导致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暴涨。现在日本央行也进入了两难的境地，它要对抗通胀，但是它不能提高利率，因为一旦提高 1% 的利率，日本政府借国债就要多支付 2.3万亿日元的利息，而全球企业也借了几千亿、几万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利率一提高，他们的日元融资成本就立刻暴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就进入了一个不可能的铁三角，要控制通胀就要加息，要稳定日元汇率也要加息，但是要维持日本的财政就要继续发国债，那就要保持低利率。全球市场的这个交易员一看日本太难了，日本政府肯定是搞不定了，所以他们对日元就失去了信心，现在加速抛售日元，日元对美国的汇率开始高速下跌。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日元下跌是好事，尤其是投机分子，他们会赶紧做一个套利交易，就去借日元换成美元，赶紧去买美股、比特币、债券等等高收益、高波动的资产，赚了钱再回去换日币就赚大了。但是不幸的是，日本央行现在发话了，说要打击套利交易，要出手，要买入美元。而美联储也准备要帮助日本稳定日币。大家注意，从历史上看，一旦日元对美元从下跌转到上涨，借了非常多日币贷款的各大机构就必须马上卖出流动性高的美国科技股、比特币，使劲砸盘，换成日元还贷款，这就会让美股掉头向下，直线下落。大家看一下，2024年8月5日开始，日元对美元升值 13%， 纳斯达克100指数 QQQ 就下跌了 12% 左右。2007年到2008年，日元对美元升值 24%， 标普500下跌了 44%。而从上周五开始，大家看这个图，日元对美元开始了大幅上涨。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日币会不会加速上涨？美国科技股会不会大幅下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日本政府要挽救日元，降低通胀，但又不能加息这个已经说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日本政府已经无法自己救自己了。而要挽救这个日元，不让它下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美国出手帮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在跟日本央行联系，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根据最新路透社的新闻，美联储已经开始向各大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报价。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美联储准备是要印美钞买入日币，帮助日币升值。如果日元真的开始升值，大家就估算吧日元升值多少， QQQ 和七大科技巨头就跌多少，其他中小科技股跌幅可能是乘以2。所以现在的市场非常凶险。短期我们有马上要来的美国灭伊朗战争，中期我们有日币升值的这个巨大的可能性。如果美联储印钞买入日元，那么战争和印钞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可能会继续推高金银。在短期可能几个周或者几个月，美国的 Mega 7带领的科技股，苹果、亚马逊、谷歌等等的，这些都会下跌，尤其是中小股票。这个对于某些朋友来说这个下跌就像流血一样痛苦，但是我已经度过了这个状态，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因为长期来看，只要美联储印钱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些科技股还会再次上涨，而且是快速反弹。毕竟美联储向市场放了那么多美元收不回来，最终这些美元还是会进入市场，终究会来买这些美国资产的。而且美元在市场上越来越多，肯定也是推高了黄金。所以根据我的分析，我接下来会继续持有金矿 ETF JDX、 黄金 ETF GLD、 白银 ETF SLV、 铀矿 ETF URA。 在战争时期要继续持有军工 ETF SHLD XAR。
如果大家想研究里面的个股追更高的收益，我告诉你一个方法，选择金矿 JDX 的 ETF， 他们在黄金上涨的时候涨得会更多，但是下跌的时候也是跌得更狠的。个股就是这样，你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就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在美国打完伊朗之后，哈雷梅伊完蛋之后，黄金我就会割掉一部分获利，之后如果出现下跌，就会继续买入。黄金的上涨是一个趋势，世界各国都在印钱，而且中国他们也是要去美元化，他们一定会大力买入黄金。今天1月26日的新闻，香港特首李家超说，3年内香港的黄金储存容量将提高2000吨以上，香港将会成为中国国企在国际上购买黄金的一个新的窗口。科技股我也有，下跌了也没办法，我预计他们短期会跌，但是长期依然会上涨。所以我不想卖股票，我会使用一个叫做 sell call option， 叫做卖出卖权，也叫做卖出买权，或者是沽出认购期权。这个非常有意思，可以像房东一样收租。比如闪迪的这只股票，现在的价格是473，我可以点击下面的期权，选择11天，再选602块5，然后卖出 call option， 选择单腿期权 single option。 这个意思就是现在的价格是473一股，我和对手约定，如果在11天内股票涨了 27%， 到了602块5，我就卖给你100股，价格是602块5，但是对手要马上给我1115美金作为权利金。如果11天到期的时候涨不到600多块，我就不卖给你股票了，权利金我也不退，我白赚1115块。如果11天这个股票涨过了600多块，我就把我的库存股卖给你好了，反正我的成本非常低，600多块我卖给你，我也是赚大了，而且同样我可以保存我的权利金1115美金，这叫 covered call， 背对卖出买权。所以就是你持有股票不卖，同样也可以赚美金花，就像收房租一样。11天到了之后，我再做一次，还能赚1115美金。所以我有股票，我看好这只股票的上涨潜力，这么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风险的。而唯一的风险就是这个股票在11天暴涨到700、800我赚不到比那个600多块还高的部分了，这个是我的机会成本，我的这个风险。不过我想一只股票在11天内翻倍，这个可能性好像不是特别的大。我赚不到不是运气不好，而是我的眼光看不到那么高。所以有一只可以长期持有的好股票，你就可以当房东去收租。但是如果你没有股票，就千万不要学我，因为这个风险会非常大。关于比特币，最近真的是头疼啊！未来一段的时间，我认为比特币会持续低迷，最低可能是看到7万美元。主要有3个问题，一个就是杠杆太高了，日币一涨就要马上抛比特币，这个逻辑应该明白。第二个逻辑就是现在美国世界这个电费特别的贵，因为数据中心的建设消耗了大量的电力，而比特币挖矿是需要电的，电一贵，这些矿场就不赚钱了，他们就要把这些挖矿机给停掉。要看比特币的走势，大家需要看一个值叫做哈希值 hash rate， 意思就是比特币的矿机有多少在开机，开的越多 hash rate 就高，然后比特币的价格就越高。这个 hash rate 越低，比特币矿机关机的就越多，而比特币价格就会下跌。比特币 hash rate 在这几天出现大幅下降，未来的电费不降下来，这个比特币很难会涨上去。这个图表的网址我放在留言区置顶。最近我看留言，有的朋友说我不懂日本政治日本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是我说的那个样子，还有什么伊朗国王的名字我读错了之类的巴拉巴拉的。我想问一下，这些细枝末节事情有那么重要吗？这些跟我买黄金买金矿发大财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投资里面有一句行话叫做去噪音，你要投资必须把所有和你发财不相关的噪音全部都去掉，只看因果关系，只看可持续影响市场的信号。如果你喜欢纠结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还是不要做投资了因为你听不懂我分析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很多新来的朋友还没有学过投资的，那你的第一步就是点击我留言区的置顶连接，下载木木 APP。 台湾新入金的朋友可以直接赠送台积电的股票，新加坡的朋友是赠送英伟达股票，香港、美国、澳门、日本都有赠送，有羊毛薅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台湾朋友用我的链接会下载木木的母公司富途 APP，
但是你汇款入金的账号是木木在新加坡的新加坡 DBS 账号，你所有的资产和数据都是在新加坡的。以后我也会向木木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现金股票奖励。最后提醒一下，投资必须时刻关注市场，我们赚的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的这个钱。仓位不必频繁变动，但是信心必须实时更新。我这个频道就是为了我自己投资组合而建立的一个个人投资笔记，我要根据自己的逻辑分析进行调仓和操作，这个也是一种纪律，也是一种我对自己的原则啊。最近我发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我会继续做下去。大家有什么投资想法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会收集起来统一给大家讲解。之前说要给大家讲的 X-Space 相关投资之后也会给大家讲啊，但是这个是没有高斯扫描和伊朗的事情紧急，所以留到以后会讲。大家尽快冲到10万粉丝，我好给大家开直播一起聊天。好了，下期再见。